人类可能根本就不是地球的第一任文明主人，在长达35亿年的漫长岁月里，会不会早就有过掌握高科技的前辈文明，在地球上繁衍生息，搞过工业革命，最后又悄无声息的消失，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就是著名的希卢里亚假说。2018年由2位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和加文·施密特正式提出的，当时还找了不少科学依据。比如早在3.5亿年前的石炭纪，地球上就有足够的化石炭能支撑一个工业文明运转。再比如科学家发现5500万年前地球温度突然飙升了5到7.8摄氏度，这段时期被称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说白了，这种突然的升温很可能是大量碳排放导致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业文明正在做的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陨石撞击或者超级火山爆发造成的，但谁敢说这不是某个史前文明搞工业革命留下的后遗症呢？更关键的是，地球其实是个天然橡皮擦，板块运动、风化侵蚀、沉积物掩埋，这些地质过程一直在清理地表。别说几百万年了，就算是几十万年前的文明痕迹，也可能被推到海底，再慢慢变成山脉，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打个比方，就像你在沙滩上堆了一座城堡，涨潮后再退潮，沙滩上连城堡的印记都剩不下，地球的地质潮汐可比海水的威力大多了。那为什么科学家会认真对待这个看似荒诞的假说呢？主要有4个原因，每一个都让人细思极恐。第一，地球经历过5次大灭绝，每次大灭绝都会在短短200万年内消灭至少 75% 的物种。如果某个史前文明刚好赶上了其中一次，比如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那次小行星撞击，是不是就会被彻底抹去，连一点痕迹都留不下？第二，没找到证据不代表没有，就像刚才说的，地球的地质活动太厉害了，就算有文明遗迹，也可能被埋在几千米深的岩层下，以我们现在的探测技术根本找不到。第三，极端微生物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有些微生物能在火山口深海高压环境下存活，这说明生命可能在地球历史上诞生过好几次，说不定其中一次就进化出了高级文明。第四，就算有文明遗物，我们也可能认不出来。几百万年的时间，金属会生锈，塑料会降解，就算是高科技产品，也可能变成一堆没人认识的石头。而且我们对史前文明的技术水平毫无概念，就算真的发现了奇怪的东西，也可能以为只是普通的地质产物。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古代文明，他们的先进程度简直不像那个时代该有的，让人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有外星文明帮忙。比如距今5300年到3300年之间的印度河文明，他们的城市规划比现代某些小区还合理，街道是方方正正的网格状，排水系统四通八达，还有公共建筑。更神奇的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字，但直到现在我们都没能破译。这个文明突然衰落，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再说说古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至今还是个谜，用几百万块重几吨的石头精准堆砌成高达146米的建筑，误差不超过1厘米。古埃及人用着简单的工具怎么做到的？还有那些重达几百吨的方尖碑，居然是用一整块石头雕成的，他们是怎么运输树立起来的？更别提复杂的木乃伊技术，能把尸体保存几千年，这些黑科技真的是古人凭自己的智慧发明的吗？玛雅文明也一样，他们的数学天文学水平高得吓人，创造的日历复杂又精准，甚至能预测天体运行。但就在9世纪，玛雅人的城市突然被废弃，文明迅速衰落，没人知道原因。2012年的时候，还有人说玛雅日历结束意味着世界末日，虽然最后是虚惊一场，但这个日历的精密程度至今让科学家惊叹不已。最让人着迷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他们是最早发明车轮、农业、数学的文明之一，而他们的神话里提到了阿努纳奇，翻译过来就是从天堂来的人。有学者说，这些阿努纳奇其实是外星人，他们来到地球教会了人类各种技能，甚至希伯来圣经里提到的内菲利姆巨人也被认为是阿努纳奇和人类的后代。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但有一件文物至今让科学家争论不休，那就是1901年发现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这玩意儿是在希腊附近的一艘沉船里找到的，沉船距今大概2000多年，它是用青铜做的，里面全是互相咬合的齿轮，能精准预测日食月食，还能计算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台2000多年前的天文计算机，你敢信吗？这么复杂的机械，后来足足过了1400年，直到14世纪才出现类似的技术。更神奇的是，它的制造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04到178年，可它的精密程度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有人说它是希腊哲学家波塞冬尼奥斯发明的，也有人说它是一群科学家和工匠合作的成果，但至今没人能确定它的真正来历。这玩意儿简直就像穿越回去的一样。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开始怀疑地球上真的藏着史前文明的秘密吗？那些古代文明的黑科技到底是人类自己的智慧，还是外星文明的馈赠，又或者是史前文明留下的遗产？当然，希卢里亚假说至今还只是一个思维实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史前文明存在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畅想，
毕竟地球的历史太长了，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你觉得人类是地球的第一任文明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哦，对了，喜欢的话别忘了给老胡点赞关注，咱们一起探索神奇的宇宙。